哥斯小年纪就当上了雇佣兵，独自在战场上摸爬滚打，让老者感慨不已。老者觉得战友之间本身没理由提什么过去，战场是腐烂冰冷的，杀人和被杀才是常态，只是或许会在某时某地遇到一个或一群愿意为了彼此拼命的战友，不过得先熬过这关，活到那时候再说。这番话给了哥斯一点小小的触动。在哥斯沉思之时，老者又说，前面那个城堡就是他们的目的地，上头派他们来搬石头，一旦进了城就不可能再出来了，要想逃就得趁现在。他叮嘱哥斯从悬崖上下去应该不会被骑兵追上，说完还架住哥斯为他开锁。哥斯开始信任老者，并和他做了自我介绍，但哥斯也不想白白承受恩情，欠你的什么时候还？老者没有答话。哥斯顺着悬崖滑了下去，但他的动静被士兵们看得清清楚楚。士兵们抓起弓弩，不断对逃跑的哥斯射箭。老者趁士兵们不注意，从枷锁中抽出手，阴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欠我的，现在就还了。”下山途中，哥斯伤口破裂，喷出大片鲜血，虚弱的他没来得及挣扎，就被士兵拿下了。哥斯回头一眼就看到了悬崖之上悠闲自得举高俯瞰的老者，这一下他才知道自己又被利用了。之前哥斯跟着养父甘比诺一起上战场，他和其他人冲在队伍最前面，可回头看，养父和其他人都看戏一样在后面等着。冲在最前面的人除了他都中埋伏死了。哥斯很不甘心，想跟甘比诺要个说法。甘比诺告诉他，战场上要想活下去，就得靠自己的脑袋和手去争，不要寄希望于别人。人为了自己的野心和使命，什么肮脏事都干得出来。在战场上，这一点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一厢情愿跟着别人的家伙，只会被充分利用，然后死路一条。他着重强调了一句，在战场上连自己亲爹都不能信。哥斯想到老者刚才编织的美好幻想，什么战友什么未来都是假的，竟然被这种烂台词忽悠了。他觉得自己很可笑，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他躺在冰冷的牢房，地上只有薄薄一层草，失血过多的他感觉不到一丝温暖，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。他想死就死了吧，何时何地死在哪儿都无所谓，就算现在也没关系。虽然他是这么想的，但当小老鼠从他面前经过，他毫不犹豫地咬了上去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，冰冷的像是没有意识的机器。他把枯草卷到身上，尽可能的保暖。火不是他的本意追求，但身体却不由自主的求生。尽管知道老者的话都是骗人的，他乃是隐隐的想，在这种冻死人的牢狱中，孤零零开着的小花，作伴的人又在哪儿呢？格斯躺在地上静静的冥想，突然他发现那朵小花下竟然有只小小的妖精，两人都互相打量了一阵。格斯难以置信，难道自己烧糊涂，已经出现幻觉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在他惊奇的时候，两名士兵带着一名贵族走进了牢房。贵族揪起格斯的脸细看，格斯二话不说冲他啐了一口。士兵见状想当场斩了他，但贵族却说打两下子就可以了。看得出来这小伙子非常有精神，要是现在打坏了，之后就派不上用场了。说罢还吩咐人送药来，亲自给格斯上药。格斯觉得这老头恶心坏了，便质问他到底什么意思。老头越发欣赏格斯，他希望格斯为了他的儿子献出生命。那孩子明天就要第一次上战场了，他虽然很优秀，但过分温柔，不像是当兵的材料，所以他希望格斯能在儿子初次上战场前稍稍给他壮壮胆。简单说，他要让格斯和儿子决一死战，就当是实战演习。但是他又怕格斯精神太好，把儿子虐得太过分了，所以他禁止格斯吃饭，强迫他在冰冷的牢狱里忍受煎熬。饥寒交迫的格斯浑身裹着枯草，在小小的窗下躺着，寒气深入骨髓，差点把他冻成冰块。他侧过头，虚弱地看着那朵孤零零的花，一眨眼，那只小妖精又出现了。格斯无力地撑着眼皮，静静地看着。突然，小妖精松开花杆，拿起一只枯草朝他走了过来。他举着枯草给格斯的鼻子挠痒痒。格斯打出一口喷嚏，把小妖精吓得又躲到了花后。格斯轻声劝慰小妖精别害怕，他不会弄坏他的花，也不会咬他。既然是室友，那就好好相处吧。格斯心里觉得自己已经疯了，居然对着幻觉说话，反正这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。见格斯没有恶意，小妖精在凑上前做自我介绍，她是花精，名叫芝芝，就像小老鼠的叫声那样。她强调自己不是幻觉，是真实存在的。要不是格斯除掉了那只凶恶的老鼠，他就要被吃掉了，差一点他的叶子就要被吃光了，那样的话他就会消失。他让格斯尽管开口，让他报答救命之恩。格斯希望他能偷来牢房的钥匙把门打开，但芝芝做不到，因为他是花精，不能离开花太远。不过他可以给格斯水，虽然每次只能一丁点，
但对格斯来说已经满足了。格斯冻得瑟瑟发抖，芝芝便将自己体内储藏的太阳光都释放出来温暖他。善良的芝芝因为帮助了别人而高兴的手舞足蹈，但格斯因为伤口痛得要死不活。芝芝摘了一片叶子，细心地贴在格斯的伤口上，片刻痛感就消失了。他曾经用这种方式治好了掉进来的小鸟。随后，芝芝为格斯治疗了全身的伤口。芝芝好奇，格斯要是可以动的话，是不是也要走了？在这个牢房，以前虽然也来过几次人，但关在这里的人都又哭又叫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他。很快，他们就离开了，陪伴他的只有光明和黑暗。格斯觉得这只小花精就是幻觉，他的脆弱变成孩子的模样跑出来了。他翻过身，稳稳地接住芝芝，将她捧在手心里，揉搓了2下她的小脸蛋。格斯告诉芝芝，在来住的城堡的路上，他看到了一些和他一样的花朵，他的伙伴们开满了山丘，要是他能行动了，就把他和他的花一起带去那片山坡。芝芝高兴得兴高采烈，手舞足蹈，还一直激动地向格斯反复确认。得到格斯肯定的答复后，他更是来劲了。他拍着胸脯保证会治好格斯全部的伤，让他能动得比小老鼠还灵活。格斯担心他摘那么多叶子会有事，但芝芝却乐呵呵地劝他放心，等他一觉醒来，伤就好了。格斯是第一个发现芝芝的人，所以他被他当成了好朋友。格斯被温暖的光照耀着，感觉困得不行。他顶着睡意告诉芝芝，去那个山丘的话，应该能找到他的伙伴。听到伙伴2字，芝芝更来劲了。但这时格斯已经沉沉睡去，他能感觉到在背上那个宛如小太阳般的温暖，在他进入梦乡之后也没有消失。格斯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大觉，一觉醒来，烧已经退了，伤也好了。格斯感觉背上有东西，这才发现伤口上沾着叶子。完了，原来那不是幻觉啊！格斯一直觉得芝芝只是幻觉，对他说的同伴的那些话，其实是在对自己说，因为在他的意识里，芝芝就是脆弱又向往同伴的自己。可是，一觉醒来，这竟然不是梦。格斯紧张的东张西望，可是，在他眼前的只有一只残花。他本以为是自己早已舍弃的天真，记着孩子的模样，不合时宜的跑出来了。没想到那真的是小花精。小孩子高兴过了头，根本没有考虑到后果，是把自己的叶子全都采光了吗？格斯听到外面有动静，着急的把花朵连根拔起，藏在了身上。格斯被士兵带到门口，士兵给他解开镣铐，并把从他那儿没收的甲胄还给了他。格斯穿上甲胄，来到贵族儿子面前。贵族一直给儿子打气，让他放轻松，别太紧张，还说杀人和狩猎是一样的，就把眼前的敌人当成是一头野猪杀了就可以。旁边的仆从告诉格斯，小少爷很暴躁，他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流血，他经常摘下家畜们的脑袋来玩。正当他又摘下诱拐来的孩子脑袋时，被贵族制止了，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么一出。仆从把磨平剑刃的剑交给他，被处理过的破刀比切西瓜还麻烦。格斯知道他们根本没打算让他赢，这根本不是决斗，只是单方面的给小少爷一个合理杀人的机会。但是他才不会再次止步，体温已经恢复正常，伤口也愈合了。可是大病初愈的他浑身绵软，根本提不起力气。小少爷一锤子砸下来，他根本扛不住，他连还击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打得东倒西歪。身体强壮、精气神十足的小少爷出手毫不费劲儿，格斯东躲西闪，忙得手足无措，最终还是抵抗不了，被打飞了出去，在地上翻滚了几轮。士兵们为小少爷呐喊助威，顺便在谄媚地对贵族大人点头哈腰。贵族高兴坏了，儿子这么勇猛，怎么看都有未来成为大将的资质。仆从和士兵们也围上来继续吹捧，但旁边的仆从倒是更欣赏格斯。小少爷以野蛮粗暴闻名，光说力量，就算几个大人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而格斯竟然在重伤和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支撑到了现在。格斯艰难地撑着剑，蹲着身，不能继续这样下去，不然不是体力用尽，就是伤口裂开，而且没有时间的磨蹭了。他还要把花儿带出去，现在他要认真战斗了。